Hello，大家好。今天晚上呢要讨论一个大人的情商课。我说一年要给大家一次大人的情商课。今天大人的情商课呢非常精彩。前面呢我会讲说，为什么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很容易暴怒，然后呢你的大脑神经学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如何控制自己的大脑？哦呦，这个太重要了。如何改变自己常常发怒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都不想要对孩子生气啊。可是你就会发现说，我上一秒才讲完说，我一定要做个很温柔的爸爸，我一定要做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你可能再隔几分钟以后呢，你就会开始大吼大叫，然后你就会开始失控，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跟轻声细语跟孩子说话，因为你看到那个行为，你看到他讲不听，你看到你提醒过的事情他一再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受不了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不用发怒的这种方式啊，然后来管教孩子，而且孩子还会听呢？今天有4个方法，有4个方法。所以呢，除了讲大脑神经学机制，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在管教过程中到底该怎么样改变这种习惯？然后还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让自己呢可以跟孩子好好对话？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快来听哦，还没进来的话，赶快要进来好 ，Hello。秀姨妈妈晚安，有看到你，怡珍有看到你，Mina 有看到你，柔柔有看到你，好，谢谢你们来。然后我今天一定会教很棒的方法。那今年就是一年一次的大人的情商课，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的情商，你说重不重要？我们要教孩子情绪，我们在过去谈这么多，要引导孩子情绪稳定，不要起伏那么大，不要很容易被激怒，然后不要很容易暴躁等等。但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也很暴躁，我们自己也变得很容易易怒，然后我们自己也变得很容易紧张，然后变得很容易焦急。我觉得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好，来，婷婷妈妈晚安，雅柔、怡慧 ，Hello， 有看到你们 ，Nico，Hello， 家君妈妈，好，小卢、玉晶 ，Hello， 晚安，很爱美 ，Hello， 有看到你们，好，有没有发现，就是自己常常会这种控制不住怒气呢？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讲一下常见的这种，就是控制不了怒气的常见的10个镜头，好不好？来，第一个，管教时会控制不住怒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常见的状况是会忍不住不暴怒，好，然后呢，而且常常会破防，会常常破防。有没有第一种的？就是我常有设了底线，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好，第二种控制不了，在教养的过程中控制不了那个怒气，控制不了那个怒气。第3个，对小孩说话，你会不知不觉就大声，有吗？有没有？好，来，很多的妈妈都来想了，说真的每天都快发疯了，每一天都快被弄哭了，直接气哭了，等等这样子的。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有4个很好的方法，你听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原来这么简单，原来这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听到后面。还没进来的赶快进来哦，等一下来学方法，控制大人自己在教养过程中的脾气。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做自己的大人的情绪管理很重要。好，再来第4个，常常因为孩子讲不听，然后就会容易抓狂。好，讲不听会抓狂的有没有？好，第5个，常常因为赶时间而抓狂的有没有？好，来再下一张。好，第6个，常常觉得事情很多很烦，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好，有的请来讲说，对，王老师你讲对了。常常我们觉得事情超级多的呢，然后大事小事全部都来。然后你的情绪很容易很烦的，有没有？好，来，今天上有人说今天上什么？今天上大人的情商课，今天上大人的情商课，好，如果你觉得很实用的话，要赶快 Q 人进来哦。再来第7个，教小孩时很容易失去耐性。其实不是我们没有耐性，我讲了很多次，不是我们没有耐性，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没有成就感的事。你说我讲的对不对？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不容易有成就感，跟一般的工作是不一样。我们不可能现在这样子教他明天就听，或者是他当下的时候就听。你会常常遇到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就是你教了好几遍，他还是一样依然故我，所以才会让你们理智线断光嘛。然后再来第7个，教孩子时很容易失去耐性，有这种状况的吗？有的写7。好，再来第8个，看到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孩子会不会对大人不耐烦？会，
你教他的时候，他就会不耐烦。不管你教他写字，不管你是跟他讲说要怎样，他都会说知道了啦。哦，好，就我有去啊，我有做啊，对啊，我弄了啊，为什么你都怀疑我？等等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轻轻讲，但是得来的是那种很不耐烦那种语气的时候，你会不会爆炸？会的话，你就按一个表情符号让我知道说真的，这真的会。好，所以我觉得有老师也来，对不对？老师说连老师都会爆炸，正常啊。我们今天在教的，我们现在上的大人的情绪课，大人也有情绪啊，但是大人没有被教过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嘛。可是大人不但没有被教过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大人还要去教小孩情绪，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情绪教育这么重要。待会你看到大脑的整个神经学机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如此，好。看到孩子不耐烦的时候会很火大，会火冒三丈的，好，请过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第9个，脾气会变得很急躁。从管教孩子开始，还有孩子越来越大的以后，越来越讲不听，然后越来越叫不动的时候，你们发现你的脾气变得很急躁呢？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常来跟我会谈的时候，就会说有，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自己都变了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老师帮帮我，我该怎么办？今天就来帮大家，有没有9的？写9。第10个是最多的，会聚在这边学习的都是好爸爸、好妈妈。但是呢，你们常常第10点都会中，其实不想凶，对不对？其实不想凶，但最后会被逼到没办法，有没有讲中？其实都不想凶，教小孩谁想凶啊？没有想凶的，但是你最后都只能用凶的，被弄到没有办法了以后，只能用凶的，只能很大声，只能用很就是严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才会听，他才会听。所以其实不想凶，但是都会被逼到没办法。有没有第10个的？有的话，赶快来按一下表情符号，让我们知道说真的是这样子。没关系，听到最后面，你们就会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我接下来要讲4个很有效的方法，然后在这边老师在带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我们都节奏蛮快的，但是我要赶快告诉大家怎么做，告诉大家怎么做，还有过去有哪些点没有做对的，自己才变得很易怒、很暴躁，然后动不动就用吼的这种方式去对小孩。那到底是孩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好，这个必须要理清。700位爸爸妈妈，每一天都在打仗的有吗 ？Amy 每一天都在打仗，真的辛苦了。陈小凡 ，Hello 晚安。有没有全中啊？家居妈妈说全中，蚊子说有。只能弄到凶起来。Carol 好，你说对。好来，香菱你说有，是不是第10点？第10点，其实不想凶，其实不想凶的就进来听。好，我要开始讲方法喽。还没进来的话，赶快进来哦。就简单4个方法，你听完了以后，你就全部都通了，明天、后天、大后天，你从这个影片里面的这个教学里面，你开始做简单练习。我从来都不教复杂的东西，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观念转变了一下，以后你就通了。第一点，修正自我提醒的方式。如何忍住不暴怒，控制情绪来教小孩？第一点就是修正自我提醒的方式。为什么要修正？因为过去做错了啊！老师，我过去做错什么东西了？我问大家大家现在开始先思考一下。你先不用动笔，你也不用，你就是动脑。我希望大家上完课了以后，老师教给大家了以后，大家动脑，就像我们在教小孩。我们不希望他们囫囵吞枣，我们不希望他们死背，教养更不可能有公式，也不可能死背。所以我要大家去想一件事情：你们孩子在重复犯错，或者是一直在讲不听，或者是你一直在提醒同样的事情等等的时候啊，你们这个时候啊，想要不生气来教他，至少我们都还有一点理智线嘛，在我们还有一点理智线的状况的时候啊，我们都怎么提醒我们自己的？789位爸爸妈妈，来，你们先回答老师，想一想，不急，我们停在这边10秒钟。
你们都怎么？当你已经教到有点生气的时候，你都怎么告诉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好，我讲一个最多人在心里面，不管是用反射的啦，还是真的你思考过了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小孩说我是老虎苏娟妈妈好来家军妈妈说李志轩已经全断了，真的没有办法了好小孩一直乱哭，好好讲不听，刚凶完好来，然后呢小孩就哭说家人都不喜欢他，我听了也很难过等等的好，那有妈妈说我每天都在吼小孩，这样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修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冷静下来，不要生气冷静下来，不太对，不是每个人都有用。这跟过去我们学的不一样我们一直在告诉自己孩子是我生的，然后要冷静，然后不要生气，或者说是什么的好，冷下来，不对不对，好，我们应该要修正这种自我提醒的方式，因为你越叫自己不生气的时候，你压到最后的时候，你是用暴怒的情绪出来。老师再讲一次，当你一直提醒自己冷到最后的时候，你是用暴怒的方式出来。为什么？因为情绪在压抑，所以你要修正自我提醒的方式，要提醒自己有些东西你过去没提醒的，写下来笔记哦。接下来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哦。好，我通常都提醒自己，不是不要生气，把这个东西先放在旁边。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太大声，来写下来。提醒自己不要太大声，提醒自己速度不要太快。好，再讲一次哦。提醒自己不要太大声，提醒自己速度不要太快。好，那这个可能跟你们过去有学过什么深呼吸啊等等有一些关系。可能深呼吸啊等等，这都可能是从自律神经系统啊，或者是自己转移注意力的这个方面去做的。但我跟大家教的不是这样。你看，我刚才已经跟你先破除第一个迷思，不要告诉自己不要生气。我再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可以生气，不要暴怒。好，写下来，教小孩。当然可以生气，怎么会有那么我们又不是佛，我们又不是神仙，我们又不是圣人等等的好，那所以不可能不生气，但是我们可以生气，不要暴怒。好，因为暴怒他们会学起来。好，生气就算他们学起来，生气也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啊，但是不要学到暴怒。我们不要暴怒，但是我们可以对孩子生气。这是跟你觉得，你说我今天坐在这边就是要了解我自己如何不生气，我才不教你这个嘞。我教你这个的话，那等于这个导师真的是完全都不懂，怎么可能教你不要生气？我现在在告诉各位的是修正自己提醒的方式，不要太大声，速度不要太快，把速度放慢来，然后声音跟音量变得比较小，这是第一段的自我提醒。如果第一段的自我提醒都做错了，后面就会连续错，或者是情绪一上来了以后，后面就跟小孩一样，就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我们在教养中常常没有办法做好的第一段自我提醒。所以当你自我提醒的时候，你一直告诉自己冷到最后的时候是无敌爆发，然后是火都上来了以后，然后大爆炸了以后，后面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出来了以后，当然你会自己很后悔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凶？我一定要弄到这样子吗？但是那是你压抑跟累积的结果，那是一种压抑跟累积的结果。937位爸爸妈妈，你可以写下来，你写下来以后你就全通了。可以生气，不要暴怒。写下来，可以生气，不要暴怒。提醒自己什么？写下来。你写下来是让自己看的。你有写，你会看到自己的笔记；你没有写的话，这个影片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提醒自己什么？提醒自己，速度绝对不能像我现在在上课的时候这样子快，一定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讲话变得比较慢。好，或者是提醒自己讲话变得比较小声。这是可以做到的。你提醒对了以后，你后面就开始走对的方向。你提醒错了以后，你提醒自己冷，
你后面就走错的方向。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方法一哦，很重要哦，很重要。第二个，好来，方法二，第二个，先逃离负向的情绪。好，先逃离负向的情绪。这个做法是为了要避免杏仁核被绑架。来，我待会讲杏仁核被绑架的那个理论给大家听。好，我们先讲逃离负向情绪的做法，就是说，很多的家长会在孩子讲不听、叫不动，或我已经开始生气了以后，接下来会在生气当下讲大道理。你说我讲的对不对？会在生气的当下的时候，告诉他一些道理，或是跟他讲说，你就是因为怎样，你看我昨天又跟你讲了，结果你昨天又没有记住我讲的这些东西，然后跟你讲的时候，你又在那边生气，又在那边不要，最后你才做错。你如果听我的话，你早听我的，你就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啊，等等这样子的。我告诉各位，在那个负向的那个情绪里面啊，你越讲会越生气，孩子的反弹可能就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真的要暂时逃离那一个负向的情境，逃离那个负向的那个情绪，这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先离开那个负向的情境，再回来，你就越来越满，你就会越来越满。所以你看我在教的方法其实都很简单，可是问题是跟我们平常的习惯其实都不一样。你说王老师讲的对不对？我现在要开始来讲一个叫做杏仁核如何被绑架的理论。杏仁核如何被绑架的理论，你可以稍微看一看这个有趣的故事。好，来，我们在大脑里面呢，处理正向情绪跟负向情绪啊，杏仁核都有负责。如果你只有记得杏仁核是处理负向情绪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研究里面，杏仁核也处理正向的情绪，所以它不该被绑架。当它被绑架了以后，后面你整个大脑可能会失控哦。这是我们的杏仁核的这个位置，在我们的皮下很深层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杏仁核里面呢，如果被一些事件绑架了，例如说遇到外面的事件，我们来谈教养嘛。什么事件呢？孩子讲不听，故意行为，生不生气？孩子如果故意行为的时候，生不生气？孩子重复犯错，生不生气？当然生气啊！外在的事件越多越强烈，这个时候杏仁核就会被这些事件所绑架。杏仁核被绑架了以后，既然被绑架了，他就是绑手绑脚了啊！他这个时候就可能就要拼命的挣脱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状态会非常非常不对，然后很激动，很不舒服等等这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来下一章，接下来他就会开始绑架其他的地方了，绑架这些线路连出去的地方，包括前额叶区，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前额叶的腹内侧的一个区域，这是近年来脑科学里面觉得越来越重要的地方。好，因为他绑架了他，然后让你的管教很挫折，然后进而让大人没有办法思考。我们上次讲的是孩子没有办法思考。我们这一次讲的是让大人没有办法思考，因为管教的挫折让你没办法思考。哇，杏仁核被绑架了以后，结果呢变成这副德性，没有办法做很正向的连结。好，如果杏仁核好跟这个前运动皮质区啊等等这样子的他去绑架了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动作出来，包括碎念个不停，然后然后姿势动作变得很多，然后一直身体会开始发抖啊，或者说是什么等等，就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好，杏仁核如果被绑架，它也会怎样？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记忆区域，影响到记忆区域，让你忘记该怎么教小孩，好，杏仁核如果被绑架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专注力区域。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注的跟孩子对话。我们可能会画错重点，没有办法顺利的对话，都带有情绪攻击的字眼来对话，所以这就是杏仁核被绑架。还不止如此哦，当你的杏仁核被刚刚外在的事件被绑架的时候，大脑变成这副德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情绪也会感染给孩子，
当你的情绪感染给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反过来攻击你。为什么？因为他的杏仁核也开始作动了。哇，这其实就是很有名的镜像神经元理论。镜像神经元理论。所以其实这整个杏仁核被绑架，我们就应该要透过我们上一张导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动作。好，再上一张。好，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动作，逃离负向的情绪，避免杏仁核被绑架。我们一直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一定会整个皮质下的杏仁核一定会失控，或者是边缘系统处理这些情绪的这些地方是失控，结果接下来的时候，大脑重要的认知区域的时候，就会开始陆续的一个一个沦陷，一个一个沦陷，一个一个沦陷。哇，那这些军事基地全部都沦陷了以后，那只能投降了啊？为什么？因为已经不是你的了。好，这就是杏仁核的绑架理论哦，希望你们有听到哦。好，有没有？妮娜说她的杏仁核每天都在被绑架。好。然后彭慧玲可能有 Q 谁说你是辛苦的阶段，都很辛苦啦。每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有不同的辛苦啦，你们说对不对？教3岁的有3岁的，就是我这几天还评估几个3岁的小朋友啊，你知道3岁就是比较难教的地方，都很可爱，孩子都很可爱。但比较难教的地方就是你跟他讲东，他就做西。你跟他教他做这个，他就做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台语叫做俩姑招比，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那就是你就是要教他这样，结果他就偏偏要这样子。那我们就讲说啊，你要教他往东，他就往西，等等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是第2个方法。好，来第3个方法，来很重要啦。接下来你逃离了以后，或者是离开那个情境了以后，当然后面要回去跟孩子沟通啦。但是我只是跟你讲说，小别胜新婚，你先不要在那个地方跟他对抗或对战。好，接下来要去什么？找自己的大脑血清素。大脑血清素其实就是快乐的激素，会让自己快乐的这些激素。好，那如何找到增加大脑血清素的方法呢？这个时候你要去找一些疗愈的事啊。你要去找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啊，你要去找一些你自己擅长的事情啊。譬如说你要去追剧也可以啊，你要去咬一咬东西。研究也发现，咬一咬东西的时候，你觉得我会消怒气，其实它在增加你大脑里面的血清素。你咬一点硬的东西的时候，它在增加你大脑里面的血清素。好，那你去运动也可以呀，然后你去追剧，我刚才讲追剧啊，或者说是你要滑手机一下下等等，后面再回来沟通，我觉得这都很好。这些方法，还有你自己觉得很疗愈、很舒服的那个方法，我今天还跟一个父母啊，导播说写速读，有人真的跟他一样吗？我也不知道，有的你们自己。导播说写速读，好，导播的方法是拼图跟写速读。好，有人这样子的吗？会不会没有人能跟你一样？好吧，你自己的，自己的。好 ，OK， 好。那不管是什么方式，我今天就是还建议一个妈妈，她说真的教都很挫折，然后就都很讲不听，然后弄到她自己都要用吼的，吼到都没有声音了，你知道吗？吼到都没有声音。她还讲一个笑话，她说她的孩子就是有一段时间说，妈妈你最近怎么都不大吼大叫，她的意思是怎么都不比较大声等等那样子的。刚好那一段时间她感冒，喉咙痛，所以妈妈说。他现在才发现，他喉咙痛跟感冒的时候，才能变成是一个温柔的好妈妈。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有感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教他，我就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那个喷枪有没有？好，就是我们可能在做消毒还是什么的啊，的那个喷枪，你去按一按，做那个出力气的那个动作。之前在小孩的那一集里面，我不是教大家说。要小孩要稳定的话，可以做一些感觉统合里面本体觉活动吗？爸爸妈妈也可以。你去按一下按那个喷枪，做一些出力气的活动。你按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哎呦，好像有效好像有效那就一种出力气的活动，增加大脑的血清素。好，那你要说转移注意力也行。但是它其实在你的大脑里面的话，真的还是有一些机制在的。好，找到增加自己大脑血清素的方法哦。你们自己有人是猛灌水，好都可以。
只要让你觉得你可以从这么满的状态降下来的方法都可以。教会妈妈说找喜欢吃的或喝杯牛奶都可以。如果吃的跟牛奶是你本来就是会开心的事，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好，再来第4点。好，第四点，这些做完了以后，你要先处理好自己的状态，才能去处理别人的状态。写下来，先稳定自己，再处理孩子。再讲一次，先稳定自己，再处理孩子。先稳定自己，要靠上面刚刚的方法，你要修正自己，提醒自己的方式，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接下来我们刚才讲的，你要让自己就是不要被绑架，不要被这个情绪绑架，你要逃离那个情境，离开一下下等等那样子一个情境。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你接下来就要开始的变得比较去找比较快乐的方法，疗愈的方法，让自己稳下来，静下来。接下来你在大脑的状态对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去分析到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如果你要在气头上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什么？之前有讲啦，因为负向的情绪占掉你的大脑，所以你在思考的那些重要的那个区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作用，你根本没办法做动。所以呢，接下来才开始进去分析孩子行为的原因，为什么他退化，为什么他爱哭，他现在到底在哭什么？然后呢，到底要怎么样的方法才能让他改变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是不是没有做好哪一个部分？还是呢，他现在只是在，因为我刚才情绪太强烈，他也在反击我而已，他并没有那一个意识。就像我常常在讲的一个例子，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我最讨厌妈妈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的话请举手一下。我最讨厌妈妈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可是当你听到我最讨厌妈妈了，你这个时候要立刻的去回吗？你要立刻的去那个吗？不是，你要改变你的那个想法，转念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先转念，你没办法分析。你要转念成什么？我最讨厌妈妈叫我吃饭了，我最讨厌妈妈叫我收玩具了，我最讨厌妈妈然后叫我回来的时候就要写功课了。我最讨厌妈妈每天都说我东西乱丢。他讨厌的不是妈妈，他讨厌的是你要叫他去做那一件事情，那件事对他有所为难，或习惯没有养成，或者是他不能改变那件事。这样子通了没？当你这些东西都转念成功，通了以后，然后呢，不会自己把自己的情绪去做一个绑架，或者是不会对自己情绪勒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进到分析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这个4个步骤超级简单，但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各位，还是要练习，真的要练习。有练习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你一定可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我。因为其实我们都很努力，但是我希望大家方向要正确，我们不要一直在做没有效率的事情。你每天都在教同样的事情，你觉得累不累？有没有觉得很累的话跟我讲一下。你每天都在教同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很累啊？原来是我们可能某些步骤要修正一下，要改变一下。我从来都不会教大家一直跟大家讲说教小孩不可以生气，教小孩不可以生气。我是不是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呢？应该是说教小孩不要暴怒，不要暴怒，可以生气，但是不要暴怒，因为他们会学暴怒。暴怒很容易被学起来，因为暴怒很容易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杏仁核那个机制，很容易感染给孩子，他接收的很快，他是在千分之10秒、10几秒左右就已经传达到那一方，就这么快，真的这么快。我们的情绪的感染就是在千分之几秒里面而已，根本不到1秒。我们以前在做脑造影的这些实验的时候，就发现根本不到1秒，情绪在千分之多少的时候，就已经从爸爸妈妈的身上传到孩子，尤其是暴怒的这种负向情绪更是快。哇，那大脑的先天设定对于负向情绪的侦测比正向情绪还要来得快，这就是先天的啊。所以我们更要做好自己的 EQ 管理，我们更要做好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这些引导，都不难。我在讲的东西都不难，但是我们必须要改变。好，来下一章，为什么要改变？好，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爸爸，有没有爸爸？好，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研究发现，参与育儿的爸爸比较有同理心，好，在研究里面就发现了这些重要的这些区域，好，他跟社会同理、社会认知上面啊，有参与育儿的爸爸，好，他有更多的连结，情绪同理上升了，敏感度上升了，对孩子的行为理解也上升了，多好，多好。好，那这样子的话，在育儿的过程中，两个都一起努力的话，爸爸跟妈妈一起努力的时候，这样也可以减少暴怒啊，这样也可以减少暴怒啊，那你参与育儿，那就可以增加对孩子的同理，你比较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你对太太另外一半的辛苦也比较能同理得到，我觉得都很好啊，这就是我今天觉得很重要的呼吁啊，好，来再来下一章，所以父母需要学习，这是我的结论。父母需要学习，让自己更好，一定可以让自己更好，但是需要练习哦。这个学习以后也需要练习哦。老师刚才讲的4套方法，从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如果没听到的，你可以回来再看一下影片，再重复的再复习一下。那很多人在问我的书，好，介绍一下《教养的秘密》，有超过100种新世代的教养术，大家可以来翻翻看。教养的真相，好，然后跟神奇魔杖呢有260张，育儿图卡还有实用的方法，大家也可以来挖看宝贝哦，挖看里面的宝。那再来 EQ 的力量，这个是一个情绪，里面有一本 EQ 的力量是一个大人情绪的书。如果你说今天最相关，我觉得这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翻翻看。来下一章，好，那还有跟着王者早期教育so easy，如果你家里面有0到4岁的孩子，比较小的小朋友，可以看这个早期教育。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这2年出的双情境的情绪教育书，为什么不能想怎样就怎样？还有为什么不能等一下？里面呢都有爸爸妈妈如何跟孩子沟通的方法。在这里面有2组家庭，他们跟孩子的对话是我最期待你们去参考的。他们如何跟孩子对话？有一方可能无心犯了什么错，有一方做对了什么事，自己去翻。这2本书自己去翻，你们就看大人的部分，你不要说这2本书是给孩子看的啊，我也要设计给大人看。你看完了以后，你自己翻翻看，你就知道我在教什么。好，然后慢吞吞一休，这是一个训练孩子耐挫力的一个游戏绘本。好，来下一章。好，今天呢，给爸爸妈妈的一些教养的秘籍，刚刚讲的那些教养秘籍啊，满千现折100，输入这个可以直接折100，输入这个 KD 100，好，自己要去天才领袖这边挖宝，好不好？来，他们应该有送一篇文章吧？好，来这一篇，好，我们今天有一篇如何稳定自己、安定自己，如何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教孩子的情绪，你需不需要？有没有人想要？好，来，如何稳住自己的情绪，再去教孩子的情绪，这太重要了啊！如何控制自己不暴怒？如何控制自己不暴怒？我们除了刚刚的那些方法以外，还有更精辟的这些例子跟解说，都放在你扫 QR code 里面，就可以进去我们的社团免费的领取文章了。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帮大家一些忙呢？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情绪大人的情绪情商课，在大人的这个情商课里面有听到一些东西。其实控制自己不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习惯。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小小的转变，就可以让你在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顺利，然后让孩子不用在这种很暴怒的这种状况之下被教养。那我相信大家也会想要往这个方向，你说我想的对不对呢？希望今天呢的这一集啊真的有帮到大家一些忙，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很实用的话，就请帮我分享出去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